在乌克兰战争开打之前，汽油的价格是3.99，最喜欢的水蜜桃罐头，在通膨前价格是99 cent。这一瓶2升的百事可乐，这个就是加州的价钱，这个是北卡的价钱。不是说好要来拍通膨了吗？要改成主题叫做抗通膨超市了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小蛋 Party V， 我是小蛋，他是专家。拍片很辛苦，给你来。好，不理你。今天是沉重的一集，你可不可以配合一下？随着最近各国情势的动荡，身为一般的小老百姓，就真的感受到通膨的影响了。平常民生的物价是真的在提高，那我们的薪水有没有相对的成长呢？我现在所在的美国北卡呢，虽然相对之下民生的消费压力呢，可能跟美国很多地方比起来相对的低了一点点，但是还是真的感受到通膨的影响。今天就要带各位去一些我平常消费最多的地方，借由我记忆中原本的价格来跟大家分享美国的通膨究竟有多严重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我要出门拍片了，我要带你。来了！当然，通膨最有感觉的东西就是汽油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加油站。这支影片如果有加州的人看到的话呢，也是容我来炫耀一下美东跟美西的油价有差多少。自从乌克兰战争开打之后啊，汽油真的是一路飙涨。但是比起加州，真的还是很便宜啦。美国人最常加的875鲜汽油是4599。89是4949， 93是5299。通常搭配不同加油站的会员，如果比较精打细算一点的人的话，其实都可以每加仑再少个5 cent 10 cent。在乌克兰战争开打之前，汽油的价格是3.99，汽油是真的涨很多。不过美东美西的汽油价格真的差很多。我去加州玩的时候，最贵看到有1加仑7块钱的。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每天都有2、3千人从加州搬进北卡的原因。又带大家回到了我最常消费的超市 ，Food Lion。这一支超级好喝，人见人爱，意大利进口 Moscato。我每次开发只要拿出来后，大家都惊为天人，10块99，很良心哎，没有涨价哎。今天是来介绍通膨的，我每次开发都会买的 Stella， 看到没？12瓶1799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以前应该是1499。如果是在 Costco 一次买2打的话，大概是1瓶1块钱。来，现在来介绍我最喜欢的水蜜桃罐头。真的很常吃，一次就吃1罐，在通膨前价格是99 cent， 现在变成了1.19。上次去开箱加州的 Amazon Fresh， 顺便来比较一下加州跟北卡的物价我今天是来拍通膨的耶，结果竟然价格这么经济实惠，天哪！要改成主题叫做抗通膨超市了吗？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瓶2升的百事可乐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加州的价钱，这个是北卡的价钱。不过不是说好要来拍通膨了吗？我会比较记得售价的产品好像都是一些零食超大罐的品客洋芋片，1桶才2块钱。在Food Lion看不到通膨奇怪。这个就是比较直接通膨的东西。18颗鸡蛋，以前的售价是1块99，现在是2块29。不过是说鸡蛋的售价本来就是变来变去的。再来看另外一个我记得售价的产品Häagen-Dazs， 品托装Häagen-Dazs是4块99，上次在加州看到的是529嘛，所以其实快追上加州的价钱了。以前它会偶尔打折，是3桶10块。天哪！台湾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牌子的冰淇淋比较不熟 ，Talenti 它比 Häagen-Dazs 还要更好吃。Talenti 通常原价1桶是要5块多的，结果竟然2桶8块还买2送1，
说好的通膨呢？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对通膨比较有感觉的就是它，没办法，我告每天都要吃。之前的价格是1盒99 cent， 所以这个也是涨价蛮多的。一次买这种大箱一点的话，就会比较便宜啦，但是里面的口味就很少。每天都想帮我告换口味啊，所以通常我都还是会零买。现在看到另外一个通膨涨很凶的产品了，这个让我有点难过。这个罐头不是我在讲，它真的很好吃。对，对焦。这个罐头不是我在讲，它真的很好吃。有时候懒得煮饭的话，就一餐吃这个罐头，然后打一个荷包蛋就好了。它的万年售价也是一罐1块钱，结果现在变成这个价钱了。那我之前有说过嘛，他说4个5块，但是你不见得一定要买到4个，它一个就是1块2毛5哦，原价不要看。接下来我们来到现烤面包区，另外一个通膨让我很有感觉的就是它，这一盒柠檬蛋糕，这个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它整整涨了1块钱，它以前是4块99的。美国人卖的这种葱都是墨西哥产的，而且都好细哦。1把79 cent， 我记得以前看过1把89 cent 的，所以它是折价的吗？要来Food Lion收集通膨资料不是很容易。香蕉1磅49 cent， 这个我确定它真的从来没涨过，香蕉一直都是这个价钱。这个就是我说的，在美国买得到最普遍然后最便宜的优格。之前在 Amazon Fresh 看到是1个89 cent， 贝卡还是赢了，贝卡10个7块钱。Food Lion 真的完全不会让人失望了，所以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么爱 Food Lion。好像差不多就这样子了，这就是带大家看几个我平常很常会买的东西。虽然有些有小涨，但是大部分都还是特价居多哎。维他命有点贵耶，对抗肺炎，维他命 D3 很重要哦。2000 IU 100颗要10块99，这个的话反而是在 Walgreens 或 CVS 比较便宜。不亏是我最爱的 Food Lion。有一些东西是好像涨得很凶，但是其实整体来说都还是蛮Food Lion 真是个好良心超市，推荐给所有抗通膨的主妇们。接下来再看看还有什么受到通膨影响的产品吧。还记得这家台湾人开店吗？之前我跟 Michael 开箱过吃完他们所有的挂包，今天晚上要吃他们家的卤肉饭便当。讲讲，是不是看起来很棒？我说我在讲他们家卤肉饭超好吃的，我个人超爱这一头酸菜。先吃一口原味的卤肉饭，送啊！卤的恰到好处，肥而不腻，然后再把酸菜也拉进去，酸脆脆，清爽好滋味。这是1年多前我跟 Michael 吃挂包的时候跟他们拿的菜单，1年前的菜单，台式卤肉饭9块99。到了今天这一盒要11块99。我前几次买的时候在想说，我以前买卤肉饭的时候付这么多钱吗？直到把旧的菜单摸出来看，才发现，哎呦，真的涨了耶！这就是通膨的魔力啊！他们的高丽菜也好好吃哦，清脆。回来了，这次带大家去的这几个店，都是我平常固定定期会消费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只要一旦涨价了，我都会非常的有感觉。还是可以看得出来，一些超市在对抗通膨上面所展现的人性的光辉啊！今天影片只是个上集，拍完这次影片呢，现在就来教大家小资族要如何省钱。和往常一样，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呢，非常感谢您的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小灯趴 TV， 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是不是北卡真是好地方啊？哦，这么高兴。其实我很少买零食给他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涨价。这么高兴啊？好啦，你拍片很辛苦啦，我知道啊。